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傲娇的香菜独家冠名道道全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月亮爸爸兜里多个嗲嗲嗲嗲，起来买菜，兜里多个来来。湖南是米食天堂，长沙曾是久负盛名的4大米市之一。古人说粮仓充足，百姓就知晓礼仪规矩，但湖南人看到米多就造了起来，不满足于将它煮成饭和粥，而是让它心怀更广阔理想，成为米糕，成为粑粑，成就万千形态的百味米食。长沙火宫殿里的姊妹团子、糖油粑粑、葱油粑粑，五一街头新兴的米饮店，益阳街头巷尾的白荔丸、酒酿汤圆，再到楼底田间地头的铲子粑粑，湖南人务实，这里的米食也随了主人，外表朴素，但可咸可甜，吃进嘴里，落到肚里，转变为生活的万般滋味。给客户的烧麦一定要保持至少有60度以上，因为烧麦如果是冷着不够软，会比较硬。邹然然，长沙人，英国硕士毕业后做商务谈判，满世界飞了10年，发觉长沙才是最好的归宿。年初他辞了职，成为街头一家烧麦店的老板。哪个最好吃？你们招牌？招牌是梅干菜扣肉的，是评价很好的。然后这个是麻辣牛肉，但是还有点辣，喜欢能吃辣的人烧麦会觉得。早餐摊上的千年配角，却被邹然然一眼相中，让他登堂入室。于是，湖南有了一家别具风味的烧麦单品店。腊肉外婆菜、麻辣牛肉、剁椒酸菜等8种经典湘菜，他们牵手糯米，共同在烧麦皮的包裹下横空出世，打着8小福的旗号，攻入湖南人的味蕾里。传统的那个湖南烧麦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底，就是好像是沙拉底下的那几片生菜，很好往里面加东西，让它变得更好吃。香菜这么好吃，融合到烧麦里面，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点。不光光是烧麦，大米与各地的湖南人群策群力，变换出万般模样。一份菜杆子掐，一份菜杆子来包，这样一份金条，一份管2份大包，一份锅里面掐，还一份管2份，一份菜杆子来包。80年代，益阳的白荔丸名震全省，长沙人被震得在班车上哆哆嗦嗦，就为了来吃一碗白荔丸。也为了顾客，我跑得来，前2碗玻璃的，我那玻璃的这几块，你让我打底是大概70块的好过。益阳人煮白荔丸总共分几步啊？4步。磨浆，早稻米放清水里浸1个小时，待水加入新鲜的苋菜，磨成米浆。煮浆，石灰泡水，搅拌倒入米浆中，烧开煮熟。将煮熟的粉浆倒入白荔丸专用的模具中，用竹刮刮出粉浆，推成圆粒状，落入盆内清水中，制成细嫩无味的白荔丸胚。最后一步是大骨鲜鸡汤，他牵手腌萝卜、干排冬菜组成多层次味道的汤底，等白荔丸煮透，立马将它们包围浸润。顷刻间，浑圆可爱的丸子们被注入活力，浑身裹满大米香、高汤鲜和腌萝卜的辣味儿，一口滚烫，各种味道犹如烟花般在口中依次绽放。妹姐家兄弟3人在10多年前纷纷下岗，无奈之下，妹姐在自家店铺开起了小吃店，谋求生计。后来邀请大哥、弟弟加入。这是我大哥，什么东西都做。他们搞不赢的时候，我就帮帮忙。如果他说忙得过来了，我就完了，就这样的。这
的是小弟，他负责下饭火锅都是他，家族式生意是餐饮业的常态，团结一心和各自为政只在一念之间。这家人是良好典范，分工百变，人情不变。搞不赢，我那边搞不赢。老婆，我点忙着嘞。哪有？这个年不好嘞。不好。这个是个集合型的，选出来这个必不硬的，吃不你咬不烂，选的厚的好吃一些。哦。要买哪样就买这个。邹然然的外婆曾是长沙一机关食堂的主厨，年老的她执意一个人住在老街的家中，只有后辈要吃她做的美食时，她才乐意出门。邹然然把香菜包到烧麦里的灵感，就来源于外婆。她自己做那个剁椒酸菜啊，那种腊肉外婆菜，做成烧麦还真的很好吃。饭也是先下锅炸，炸的要把米倒到豆里，再去炒，炒到差不多熟了就可以把精油放到豆里。用肥腊肉煸出的油，把糯米先炒香再蒸，是外婆做烧麦馅儿的独门秘法。这个锅巴这个，那上面还加点这个。而且外婆炒出来就是一绝，她会稍微先煎一下，但是呢，最后还会放点水焖，就是又香又软。外婆，我们来把烧麦。明天后天就你等不？我快吃了，外婆呢？小张说你好笑嘞。好吃哎！我不天天吃嘞，我个立顿吃嘞。天天想让他搞不？看我包的，好看吧？好看吗？看我包的。我这包不好了。你好看看。它不新鲜，好贱呢。什么东西都走在别人前面就在高兴。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你到了外婆那里，总有一碗热饭吃，她随时可能10分钟就能给你弄出来，让你吃得很吃得很满足。长沙人吃烧麦，永远避不开双油烧麦。制馅的糯米蒸熟之后，必须先接受烧开的猪油和酱油的双重洗礼，再和适量精盐、胡椒粉、葱花拌匀。擀皮儿要用紫面团，将面粉用开水烫老实，摊凉到没脾气，然后对它上下其手，揉成粉团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小段，擀成边薄中厚的圆饼皮。香点大师何华山徒弟遍布3湘4水，他手中的双油烧麦，辛辣浓烈的白胡椒点化了猪油香，皮儿薄馅儿大，透油，软糯鲜香，糯米粒粒如珍珠，金黄油亮。左手放在面皮啊，得把这个食指和小拇指向上，中指和无名指向下，放于这个馅，一般是35到40克，轻轻地把它拧紧，啊，有意识的漏一点米放在外面。刚刚的这种是叫做石榴心。石榴心，对哦。包括石榴心的话，因为我上面还要放东西是吧？所以我要留出一个平面才好。哦。上面还想放点肉松。外行入门的邹然然知道，要做出好产品，得多向师傅请教。传统是创新的基石，只有洞悉本质，才能将米驯服，变换出他真正想要的千姿百态。他正好中了好巧，就是那些内行的老板他们是先对，首先就考虑成本，考虑到我价格才跌，所以我很佩服你们的老板噻。赚了个热闹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们长沙话讲就是闷得头远的啦，敢想敢干。那就是讲你是肯定是酸豆不高吧？啊，有点酸。是的，那就是你那个。与求新求异的邹然然相比，何华山的另一位徒弟张雄华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张雄华几年前开了一家面点店，在他看来，现代发酵工艺制作的米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，
他决心复兴传统手艺。最近，他想做一款古老的米食——米发糕。米发糕在湖南已有2000年的历史，但就算张雄华这样的香点高手，用酵母菌发酵的方法去做，都不能保证次次成功。师傅告诉他，把握时间是让酵母菌保持好心情的诀窍。将饱含酵母菌的甜酒倒入磨好的米浆中，保证26度和适量水分的环境，酵母菌会大量繁殖，顺带释放的二氧化碳为米浆的未来撑出蓬松的一片天。无数小泡在米浆中跳舞，散发着一种微酸混合酒香的迷人味道。米酵的一个发酵，而且经过将近4天的样子，就是每天都要重复的去接种，重复的这个去发酵，大概是在8次到12次左右，它那个米酵很稳定的。用现代发酵工艺轻易完成的事情，张雄华却坚持最费时间和精力的笨办法，做100%不辜负的米食。精准发酵的米浆为它的茁壮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放入模具里蒸制是凤凰涅槃的过程，时间一到，米发糕洁白如雪，含苞待放，带着甜酒的香味儿，细腻、丰润、松软，淀粉和唾液在每一次咀嚼中交互作用，嘴巴里淡淡的甜味儿像一团云朵轻盈散开。这种来自几千年前的美味，深受体验米食手工课的孩子们喜爱。让我感到最好的就是你这种最传统、最笨拙的手法去做这个美食的时候，得到更多的这个认可。这几道分打开了啊！长沙往西南280公里是娄底新化紫雀街，种粮大户凤泽维只要有空就陪在父亲身边。父亲自幼双目失明，为带大3个儿子，竟也学会了竹编、木工、歌诗等一众本领。是牙齿人嘞，是技能嘞，是演技嘞，到这哈。哎，我要是人做到不点。人做的。你这说话不见不到，你这句啥子话题起来有关系，能做干。新化紫雀街盛产稻米，共有梯田56000多亩，分布在海拔500米到1100米之间。这里没有一口山塘，全靠天然的山泉水灌溉。自古有“天下大旱，此地有收”的说法。但从9月3日开始，紫雀街遭遇了1个多月的秋日连绵雨。稻谷在应收的季节不能收割，这有点愁坏了凤泽维。这个城市已经挽不回了，打了好多，只有等天晴我们就马上收割，那是减一点算一点了吧。他们60多岁的老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天气。天气好不容易有转晴的迹象，但凤泽维依然放下田里的农活。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操办。明天是我爸爸的80大寿啊，他也是以前，早就跟我说过的，他到了80岁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给他庆祝一下他的生日。
娄底乡下的宴席，10几道大菜中，米食是标准配置。他们变身为米粉肉、雪花丸子、铲子粑粑蒸鸡，在桌上争奇斗艳。通过磨浆、打碎、整粒、泡发等各式操作，米用实际行动向乡民们证明了自己的多才多艺。洋洋，就弄个生日快乐啊！哎，胡当然兄弟拿啥的？大伯，我父亲在我心目中是最伟大的父亲，他眼睛看不见，把我们3兄弟一起拉扯大，很不容易。再见啊！我和新年几个呀，心里呢是这样的，我为员后辈，生产企业后业去的，我到了80岁的呢，站起来就投入了。凤泽维的父亲年初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。这场热闹的寿宴，寄托了儿子们对父亲健康长寿的朴实祝愿。臭豆腐是一个非常非常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湖南特色的小吃之一，所以它做成一个烧麦，虽然说非常颠覆，而且难度也不小，但是非常值得去尝试它。它极具备记忆点，吃过你就很难忘。湖南妹子敢想敢做，邹然然一有新的想法，容不得自己丝毫的犹豫。既然要做这个长得像臭豆腐的烧麦皮，那就还是要有接近臭豆腐的样子，像臭豆腐刚刚炸出来一样，裹满了油水，很诱人，又有香味喷出来那种感觉。臭豆腐放到烧麦里会好吃吗？我想去试它，就是我想好的事情，就我刚刚讲的，我可能会排除万难，把它做到最好的状态。米食的包容性给了邹然然率性而为、天马行空的舞台。香和臭是一对反义词，邹然然偏要打破次元壁，将烧麦和臭豆腐乱点鸳鸯谱，并且决心实现它，这并不容易。我觉得味道还会正一点，不要蒸出来不怎么样。臭豆腐放得过多，烧麦皮包不住这些不粘韧性的豆腐；放得过少，臭豆腐的臭香风味使不上劲儿。邹然然需要平衡安抚好各种食材的个性。市面上大部分做黑色食品的人，大家都是用竹炭粉，纤维比较粗，所以我的面点师傅就用了墨鱼汁粉，真的非常贵，但效果就是很好，可以达到我想要的，外面油光发亮，韧性很好，吃上去皮非常非常薄，但是它就是不破。有个新品的臭豆腐烧麦，可以邀请你们试吃一下。吃吗？好吃，因为我喜欢吃臭豆腐，我觉得好香。会很奇怪吗？咸一点。不要不要。您看看怎么样？不一定会大卖，但是它必须要有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还没有做辣椒炒肉的烧麦，因为青椒蒸过以后会皮软。但是我一定要做，是因为它是可以说是最具代表的湘菜之一，就跟臭豆腐一样。来吧，算我新做的臭豆腐烧麦了。真的就是好吃的，真的就是好吃。是好吃的，不是简单的。在上面加点萝卜干就最好吃的。哦，是的哦。上面给你搞点萝卜干哦，哎，那就更好吃的。就加臭干这些哦。啊，这个臭干子味道好正呢。味道还是正，上面加点萝卜干哦。味道好正的。好。加了萝卜干的臭豆腐烧麦，在软糯之上增加了香辣脆口的味觉层次，口感呈几何级数递增，更接近于湖南人童年对臭豆腐的那份记忆。给父母也要给自己过好年。逛京东超市一站式购齐生活好物，春节不打烊，极速送达，买贵就赔。京东超市，至省至真。
久违的晴天终于到来，凤泽维迅速组织起乡民，成立了一支稻谷抢收队。在这个地的种田上面，我们没赚到后影，但是游客过来了，我们还是在各方面在其他方面后影赚一点回来。小时候比现在还是难多了。相比当年眼睛看不见的父亲摸着插秧种田，凤泽维觉得再大的困难，还是比不上当年父亲的辛劳。你何时就报个名？我何时走哪地啊？以前小气的呀，在这啊种俺家，我走哪地家？在一来把那个报名啊，讲给牛做的书的，我没一年了，是吧？凤泽维为了感谢乡民来帮自己抢收稻谷，特地和母亲做了些铲子粑粑作为点心。铲子比一般粗粮的口感要粗，加入细腻的糯米、粘米一同捣碎炒制。在性情憨厚的糯米面前，铲子也将锋芒全部收敛，被无味的糯米中和塑造。芝麻、白糖做馅儿，甘香清甜，最后用粽叶包裹蒸熟。湖南米食中粑粑众多，曾经的湖南乡民在远行赶集、日常田间劳作之时吃饭不便，南方盛产的糯米携手其他的粗粮植物化身的粑粑，就成了乡民口袋里的常客。在需要饱腹之时，田间地头烧起的一团火与粑粑共舞，其貌不扬的粑粑瞬间就变成了外焦里嫩、可口饱腹的美食。田家好了，你家的东西知道了，我是各个乡务的啊，田家好了啊，你家是你们家的调给不累啊，来等下。来，不一样啊，留得了，留这个留得了。那结果高山也这个平地啊，马家个啥子花也这个东西啊。吃到口里的铲子粑粑，味道软糯不腻，带有些许铲子的香味儿，入口容易饱腹，是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乡民们最为熟悉的食物。如今吃来，连同收获的喜悦，融化在辛勤一年的乡民舌尖上。我不计加数的啦。你要让我笑起来真的很难，我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这样，一直这么严肃。咕，看到这。稻谷收割完毕，凤泽维特地准备了一下，从大哥家把父亲接过来品尝新米，吃一道曾经的食物——铲子粑粑蒸鸡。土鸡是凤泽维眼中和铲子粑粑的最佳搭档。在父亲年轻时，这可是一份难得的美味。揉成圆小粒的铲子粑粑和剁好的鸡块分别在油锅里煎香，然后在蒸笼里烩湿。铲子粑粑在下，鸡肉在上，热烈的气氛中，鸡肉敞开心扉，动情地把鸡油交给了碗底的粑粑。以前我们这个铲子粑蒸鸡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个时候很穷嘛，是吧？小孩又多，你杀一只鸡的话还不够吃，把那个鸡里面就加了那个铲子粑进去，就增加了那个分量，又可以填饱肚子。哎呀，叫今年个新年快乐！如今生活富足，曾经需要多人分享的美食，今天变成了父子2人的亲子套餐。好叫吧？好呀。新米尝完，秋收的忙碌告一段落，而年迈的父亲，则是凤泽维时刻放不下的牵挂。抱个心愿，要他身体健康，不要发生什么意外那个毛病啊。梯田在一代代人手里耕种，
食物承载的情感，也在一代代人的口中留存。这个是油豆腐炒肉，现在这是炒肉，这是饺子炒腊肉，哎，这是外婆菜萝卜丁炒芥辣椒，都是我做的。不是。湖南人的相聚时刻，米食总要来凑个热闹。嚼嚼好多事，这样太热了嘛。那么轻大。啊，慢慢嚼嚼，好身体健康，还有天天。那你我来，大锅粥来。我装哦，他淘气的。基本上我们星期六去吃一顿饭，对不对？他一整个礼拜就吃我们剩的那个反复的热，他就吃剩的，他只有我们去了就会紧最好的来给我们做一大桌子。我有一句话经常跟我周围的人说，我妈妈生我下来不是来让我当妈妈的，她是希望我有自己的人生，希望我过得精彩，而不是说你当妈了你就得只做妈妈。所以我是希望我一直都有自己事业、朋友，然后各方面什么都是能够平衡的，让我能够自己有成就感和幸福感。所以我觉得外婆这样一门，她一辈子就是在她的子女身上。其实如果是我们很幸福，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外婆，可是我不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人，我希望大家都独立，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可能理念是不一样的吧。最常见的大米，是中国南方的主食根本，也是历代种稻人的精神图腾。凤泽围的生活让人觉得时光停住，农作之心里有田园之美。张雄华不走捷径，手拙手艺；邹然然却是改良和创新的急先锋，质朴务实，坚毅倔强，特立独行。这些湖南人身上流淌的性格因子，在这里与大米碰撞出了一种奇妙的张力。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口舌的记忆不像视觉回忆那般容不得半点差别，儿时的味道是否还在？这里会给出答案。